今年为了公司上市，冷落了婉言。再过2天就是中秋节了，正好今天跟他求婚，然后接他回家一起过节。婉言看到这枚戒指一定很高兴。血友病是个小事儿，这病棘手的很。那将来孩子生下来，那万一遗传了这病，那可就是个无底洞啊！你怕什么呀？舒怀有的是钱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没什么病是钱治不好的。舒怀，你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你肚子怎么回事？我怀孕了，是徐凯的孩子。啊，你别误会啊，这是他爹非逼着他留个后，不然就断了他所有的经济来源。他那么爱摄影，没钱怎么行呢？所以我就帮了个忙，借肚子给他做了个试管。我们也是怕耽误您工作嘛，所以才没来得及告诉你。哎，舒怀哥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没事的，舒怀知道你不喜欢女人，我们是好姐妹，她不会生气的。再说我是试管做的，我们又没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关系。舒怀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个孩子吗？我跟徐凯已经商量好了，等孩子一出生就认你做干爹。对了，舒怀，徐凯最近失业了，没有工作，前阵子又因为孩子的事儿跟家里闹掰了，所以孩子一出生由你来养。我还要帮他养孩子？哎，你平时忙着工作，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徐凯在忙前忙后。你说你一个大老板，养了我们一家子，现在多一个孩子怎么了？又不是养不起。就是，我已经跟徐凯商量好了，等中秋节一起去医院准点剖腹产，让孩子和徐凯团聚，一起过中秋节。舒怀，你不会生气了吧？不生气，你放心大胆的生，孩子的事我都依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这么大度，不会介意这点小事的。小事？天底下哪有男人不介意？舒怀，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我有血友病，医生说怀孕风险很大，所以我打算做丁克。我们不要孩子了，好吗？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有没有孩子都无所谓。李婉言，我把我的真心给了你，没想到却被你当成了驴肝肺。哎，这个花是你送给我的吗？我忘了，徐凯对花粉过敏。舒怀，你赶紧把这个花扔掉。这花……哎呀，让你扔掉你就扔掉啊！让你扔掉你就扔掉啊！没事吧？这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以后别再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了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，等孩子出生了以后，我要和徐凯先结婚，这样孩子才能上户口。等户口上好了，我跟他再离婚，然后我们再结婚。好。舒怀，你真好。哎，舒怀啊，这才是个有担当的好男人啊！我没那么多钱结婚呢。你没有，舒怀有啊。舒怀，你帮徐凯把婚礼的钱出了吧。那我要订最贵酒店，还要最豪华的婚车队，这菜肴和酒水都要最贵的，这样才有面吗？对。那婚纱我要定制的，首饰也得是独一无二的。结婚2个证不就行了？给我戴绿帽子，还好意思让我出钱给你们办婚礼？我们公司呢，
最近刚开展了一个新项目，所有资金啊全都投进去了。什么？这么大事情，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呀？你好好的投资什么新项目？这要是万一赔了，谁来给我们养老？叔说对啊，万一要赔钱了，这我孩子谁来帮我养啊？你总不能让我晚年一边赚钱一边带孩子吧？你这不心疼，我还心疼。我看你就是介意我给徐凯生孩子，我都已经说了，我是体外受精，我跟他根本就没发生任何性关系，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呢？我不管，这个钱你出也得出，不出也得出。我警告你啊，钱你要是不出，就别想让我把女儿嫁给你。你们先别着急，我们这个新项目呢，肯定能赚钱。不过这个资金啊，还要等20天才能回款，到时候别说婚礼了，再多钱都有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们呢先把这个积蓄先拿出来用，等我这边资金回笼了，我再给你们补回去。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哎，不是女儿啊，这可是我跟你妈养老的钱啊。对呀，哎呀，等你们老了，舒怀给你们养老啊，大不了等他资金回笼，我让他赔你们双倍。双倍？好，我现在就把钱给你打过去啊。哎，那我现在就去联系，现在去准备婚礼啊！哎，婉嫣都快生了，这个时候你应该多陪陪她。婉嫣，你把钱给我，婚礼的事我来帮你们操办，保证办得风风光光，你们就安安心心的等着生孩子就行。舒怀哥，这还是你想的周到啊！等我们孩子一出生，我们立刻就举办婚礼，到时候啊，双喜临门。双喜临门，妥妥的把我当成冤种了。希望你们到时候还能笑得出来。舒怀，我一会儿要和徐凯去医院做最后一次产检，你也跟着我们一起去吧。好。哎，那我们走吧。走。李婉言，是你对不起我在先。喂，我答应跟你结婚。真的吗？来人！叶总，舒怀终于要娶我了，替我准备3重好礼嫁妆。是。林总，恭喜啊！这马上就要当爸爸了。不过当初李小姐查出怀孕的时候，我就提醒过她，因为她的血友病，孩子生下来的话，极有很大的可能会遗传。但是李小姐坚持要把她生下来，并且选择在中秋节那天进行剖腹产。这样的话，孩子的月份提前了，生产的风险很大的。婉言小生你就让她生，你去给她安排最好的病房，找最好的医生给她做手术。钱的话，徐凯，这个钱你先垫付，等回头我这边资金回笼了，我加倍还给你。哎，没问题，客气什么？舒怀，你对我真的太好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痛啊！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痛啊！李小姐这身体不好，这很有可能会早产呀！不行，我不能现在生孩子，我一定要在中秋节才能把孩子生下来。那样的话，你和孩子都会有生命危险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在中秋节才能把孩子生下来。别废话了，我婉言商量好的，要是不行的话，就换别的医生来，别在这里唧唧歪歪的，听着就烦。哎呀，医生，用最贵的保胎药，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孩子，帮徐凯圆一个做父亲的梦。谢谢你啊，舒怀。好，我尽力。注意脚。徐凯，婉言为了你，连命都可以不要。你们结婚的时候，这个彩礼啊，你得多拿一点。这不光是为了婉言，也是为了给孩子讨个好彩头。
保佑他们母子平安。哎，舒怀说的对啊，这个彩头一定要足，可不能亏待了我们家晚宴啊。可是我上哪儿去拿这么多钱？哎呀，这个钱呀，也就是走个过场，你可以先去找人借，反正等将来你跟婉言离婚了，这个钱也会退给你。而且你爸妈不是天天盼着抱孙子吗？为了他们的亲孙子，这点钱他们肯定舍得出的。哎，舒华哥，你说的对呀，我现在就去找我爸妈要钱。错啊！李婉言，你那么不顾一切的想给徐凯生孩子，我怎么会让你失望？放心，我会让你们得偿所愿，只不过等孩子出生，养他就是你们的事了。多喝点。婉言，这是我妈特意给你熬的鸡汤，你多喝一点啊，好好补补身子。回头啊，给我生个大胖小子。好，孩子在踢我，我听听。哎，好吧，别太调皮了啊，马上就能跟爸爸见面了。也不知道这孩子到时候是像我还是像你？当然要像你啊，漂亮又温柔。像你才好，有才华。林总，婚礼现场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，请帖也正在加急制作。谁打来的呀？是王助理，他说婚礼现场已经布置的差不多了。快来给我看看！哎，快看，哇，布置的真漂亮。淑华，你真有心，到时候我一定要做最幸福的新娘子。这么气派的婚礼，我爸妈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是，到时候会有惊喜的。请帖已经在加急制作了。舒怀哥，你办事儿放心。不晚宴，我找我爸妈借了20万呢，还有家里的车子和房子都做了抵押，这还找高利贷借了80万，刚好凑够100万彩礼呢。只不过这还的时候要还30%的利息。徐凯，真抱歉，把你爸妈的棺材本都拿出来了，还让你借了高利贷。不，如果生孩子，这些都不算什么呢。说起来，还得多亏了舒怀哥帮我出的主意，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舒怀哥，到时候你资金一回笼，可一定要把钱给我啊，要不然这高利贷会把我大卸8块的。到时候让舒怀赔你3倍，啊不，5倍。我就知道你心疼我。我要把这历史性的一刻记录下来。医生，你必须按照我们约定的时间准时剖腹产，1秒钟都不能差。李小姐，我最后再提醒你一次，你的胎儿只有34周大，如果强行剖腹产的话，对你和胎儿都有极大的风险。我不管有什么风险，这是我和徐凯之间的约定，是我送给徐凯最好的中秋节礼物。就是啊，不就生个孩子吗？能有什么风险？我们婉言胆子小，你少在这吓唬他。要是他一会儿孩子生不出来，信不信我把你们医院给拆了？医生，我也很期待这个孩子的诞生，就按他说的办吧，拜托了。我明白了。毕竟忍了这么久，总得见看看成果吧。林总，红帖做好了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李小姐，这是您的住院和手术的费用，目前已经欠费20万了，请您尽快缴费啊。舒怀不在，等他来了就让他交钱。舒怀去哪儿了？你生孩子这么大的事，他连个人影都不见。他该不会是跑了吧？他敢，我还指望他给我养老呢。他要是敢跑，这辈子就别想娶我们家婉嫣。你还知道回来啊？婉嫣生孩子的时候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我去准备了一些东西。
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徐凯对花粉过敏，你怎么还送花来呀？这不是送给你们的。刚才护士送来了缴费清单，欠了20万，去把钱交了吧。不急，婚礼现场已经布置好了。徐凯，等我身体恢复好了，立刻就跟你结婚。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舒怀，你工作那么忙，也没有时间照顾我，所以我决定让徐凯搬进我们家，这样方便照顾我，也能和孩子多点相处时间，增进一下父子之间的感情。我没意见，你想怎么做都行。我到了，进来吧。谁来了？来送请帖的。什么时候找了一个新秘书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忙着生孩子了，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3重好礼嫁妆。舒怀，这是你给我准备的嫁妆吗？舒怀，你不说你没钱吗？哎，不懂，这是舒怀啊，想给婉言一个惊喜。这嫁妆我太喜欢了。喜欢就好。看看吧。这请帖设计的真漂亮，真有档次。是，这是清欢设计的，他很用心。挺有眼光的嘛。等我成了老板娘，给你升职加薪。新郎林舒怀，新娘叶清欢。啊！你怎么做事的呀？连我和徐凯的名字都打错了。没打错，我明天就要结婚了，这就是给你们的请帖。舒怀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开玩笑，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叶清欢。林舒怀，你哪来的未婚妻啊？你都能给别人生孩子，我就不能有未婚妻了吗？你以为随便在大街上拉一个人，再做一份假请帖，故意气我就会信吗？你们演的太假了。假？我们明天就要结婚了，婚礼现场你也已经看过了，欢迎你明天过来喝杯喜酒。林舒怀，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还是你过分？我原本一心一意的爱你，对你好，可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连脸都不要了，我何必还要在乎你的感受？我不是这样的，舒怀，你知道我心里喜欢的是你，我跟徐凯就是普通朋友。普通朋友？你见过哪个普通朋友给对方生孩子的？林先生，吕小姐的费用，找他拿钱。林舒怀，开玩笑要适可而止。你现在把钱马上交了，不然我真的生气跟你分手了。好啊，那就分手吧，也正好让你踏踏实实跟徐凯过日子。孩子你们爱生几个生几个。舒怀啊，话不能这么说呀！你要是真的跟婉言分手了，那以后谁给我们养老啊？是啊，这谁是你们的女婿，你们就找谁给你们养老啊！但是那个人肯定不是我。那你们到底谁缴费啊？找他，他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不是，林舒怀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之前明明是你答应好婉言说要把这孩子生下来的呀。是你想要孩子，不是我。我同意让婉言生，只是为了成全你们做父母的愿望。养孩子是你们自己的义务，跟我无关。不是，我这结婚钱都是借的，我上哪儿要那么多钱去缴费？那就不是我的事了。说到底，你就是介意我给徐凯生孩子，可是你明明都已经接受这个孩子了。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个别人家的孩子？而且李婉言，你凭什么拿你那可笑的自以为是来强加在我身上？我不信，你心里肯定不是这么想的，你一定还爱我，对不对？你一定就是在气头上，对不对？
我以前确实爱过，但爱不代表你可以毫无底线践踏我的尊严。李婉言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亲手把它给丢掉。上次我去你家，我本来把这枚戒指放在那束花，想跟你求婚，但是你就因为徐凯的一个喷嚏，你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把那束花丢进了垃圾桶，是你亲手斩断了我们之间最后的那一丝念想。我不知道戒指藏在花里啊，你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呢？我本来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但你和徐凯反而给了我一个这么大的惊喜。舒华哥，我和婉言不是你想要那种关系啊！我没兴趣知道你们是什么关系，反正我和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既然你这么喜欢他，你拿去就好。裴淑华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之前明明就说过你根本就不介意。李婉嫣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，连好话歹话都分辨不出来了？你告诉我，哪个正常男人会接受自己的女人这样对待自己？那你为什么不能明说呢？你要是早点告诉我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。俗话说得好，人不能对太好，狗不能喂太饱。这句话真是一点都没说错。以前就是因为我对你太好，才让你觉得我林书怀没有脾气，没有底线，可以任你践踏，完全不把我当回事。李婉言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到此为止，以后不要再有任何的往来。淑华，你介意我借肚子给他生孩子？既然你不高兴，那我把孩子还给他就是了。你不能不要我。你到现在还以为我不要你只是因为孩子？不然呢？不然是因为什么？我胃病复发，一个人躺在病床上打点滴，是清欢推掉所有工作，飞3000公里过来照顾。那个时候你在哪儿？你在陪徐凯逛街。我父亲突发重病，情况危急，是清欢开车几百公里，把我父亲接到城里最好的医院悉心照料。那个时候你又在哪儿？你在忙着陪徐凯过生日，还有我的生日，我的毕业典礼，我第一次上台领奖，我人生当中那么多次重要的时刻，清欢他都在，而你呢？你都在跟你的好闺蜜徐凯在一起。我以前真的是眼瞎，放着身边这么好的女孩我不要，去捧一个心里根本就没有我的人。以后我只会对你一个人好。我和清欢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明明说过你会爱我一辈子的。淑华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千万别，你太脏了，我已经看不上你。那我为了婚礼借那些钱怎么办？你当初可是答应我要还我5倍的呀！是李婉嫣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我失业了，我爸妈把棺材板都拿出来了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去还钱啊？如果还我的话，那些高利贷的人会砍死我的。那我就爱莫能助了，大不了你被高利贷砍死的时候，我帮你报个警。苏华哥，这不关我事儿，不关我事儿，一直以来死皮赖脸的缠着我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你强抢，你一定要把钱还给我呀！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欠他了，好不好？舒华哥，你知道的，这个房子他是试管片，我从来没有碰过他的。这个，我把它还给你。你真是个人渣！妈的，我就是个人渣。我不会再为徐凯做任何事情了，我们重归于好吧。我凭什么要委屈自己，成为你走投无路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？爱你的时候，我委曲求全，我会包容你的一切。现在我不爱你了，
我凭什么要委屈自己迁就你、包容你？我在你眼里就是这么贱的人吗？不是的，现在换我来爱你，换我来迁就你、包容你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有爱的人了。你就这么恨我？不，我不恨你，因为你根本就不配让我恨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等等！把给你养老的钱都拿出来了，你把钱还给我！我又没拿你的钱，谁拿了你的钱，你就找谁去要去。那些钱都被你拿去办婚礼了。你之前从我身上拿走的钱，可是这个的几10倍，我只不过从你身上拿走一些利息。你这是诈骗！我要去告你！好啊，我公司的专业律师团队已经准备好了，欢迎你随时去告。别，舒华哥，舒华哥！你呀你呀！我怎么扔了你这个赔钱货？你和尹淑怀要是好好的，会落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吗？不是我的错，我跟徐凯根本就没有感情，我只是单纯的想帮他生个孩子。没感情，没感情你会给他生孩子？当你自己什么呀？代孕机器吗？你傻呀你！我就纳闷了，那个徐凯他有什么好的？你为什么非要死心塌地的给他生孩子啊？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你每天都在想什么？你们不是也同意我给他生孩子吗？现在跑来怪我了？如果不是你们同意，一直在那怂恿我，我会变成现在这样吗？我同营一世，没想到怎么生了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玩意儿！你到现在也还分不清大小王吗？林书怀是大老板，能养咱们一家人。徐凯他就会花言巧语哄着你，阿谀奉承，你还会干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你，我把这一辈子的积蓄都搭进去了。无论如何，得把林书怀给我哄回来，不然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。哦，爸妈，你们别激动，舒怀他就是在故意气我。他以前也为徐凯的事生过气，只要我晾他3天，他保证像狗一样爬回来，求我原谅他明天就要跟姓叶的那个女人结婚了，这难道还有假吗？他就是在欲擒故纵，他肯定是想用这招吓唬我，逼我嫁给他。我看他这次不像是装的，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他。以前他每次冲我发火，不到半天就屁颠屁颠的送礼物来哄我开心。你们等着吧，很快他就会派人送东西来。李小姐，林总让我过来给你送些东西。我猜中了吧？我就说林书怀翅膀没这么硬，算他识相。回去告诉林书怀，他这次让我非常没有面子，除非他送一套顶级的珠宝首饰来给我赔罪，否则我不会轻易原谅他。哎，还有，你让他拿10倍的钱出来，否则就别想娶我女儿。对，哼，你们一家是没睡醒吗？林总吩咐，这些都是李小姐保留在她家的全部东西，一件物归原主。什么？你不能走啊！不能走啊！你走了我会死的。怕死啊？那就去找李婉嫣啊。以前你每次有事不都是去找她的吗？你不许走！不许走！我想帮你很久。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错了。别让我再看到你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林书怀人呢？走了。你怎么就让他走了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事情怎么可能会搞大成这样？我现在因为欠了一屁股债啊！都是你害的！我还不是为了给你生孩子！我不管！你现在必
必须去给我找林书怀，把钱给我要回来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他走了，这孩子怎么办？明天我们去林书怀的婚礼，我一定要让他娶我。只要他娶了我，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你答应过我你会娶我，可是你现在却抛弃我。大家快看看，我把我的整个青春都献给了这个男人，可是他现在有钱了，就抛弃我们母子，他就是个负心汉，他对不起我，求大家给我做做主啊！我就知道你会来这一招，所以，我特意为你准备了点东西。我已经跟徐凯商量好了，等中秋节一起去医院准点剖腹产，让孩子和徐凯团圆，一起过中秋节。等孩子出生以后，我和徐凯要先结婚，这样孩子才能上户口。等户口上好了，我跟他再离婚，然后我们再结婚。可是我这没那么多钱结婚。没事啊，你没有，舒怀有啊。舒怀，你替徐凯把婚礼的钱出了吧？那行，那我要订最贵酒店、最豪华的婚车队，这样才有面。婚纱我也要定制的，首饰也得是独一无二的。宝贝儿，别太调皮了，马上就能跟爸爸见面了。这孩子，到时候也不知道是像我还是像你。当然要像你呀，漂亮又温柔。像你才好啊，有才华。这样的视频我还有很多呢。我想问问在场各位，有哪个正常男人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给自己戴这样一顶绿帽子？拿着林董的钱养别的男人和孩子，这也太不要脸了。见过水性杨花，林总扔倒了8倍的血霉，这汤这么个女人啊！不是你们想象的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的孩子是试管的。这是当初你怀孕时的孕检报告，我特意让医生查了一下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你是自然受孕，根本就不是试管。假的，假的，这个报告是假的，我和徐凯是清白的。清白？李婉嫣，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？你口口声声说爱舒服，却背着他和别的男人上床。李婉嫣，你真是坏到骨子里了。哎，就算我女儿有错，但是她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你了，你至少得拿出500万来赔偿她的青春损失费和精神损失费，要不然我们跟你没完。对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不过话说，我倒是该感谢你，李婉嫣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会发现，原来真正的好女孩一直都在我身边。他哪里有我好？他有我漂亮吗？他有我身材好吗？起码我是真心爱舒怀的。你闭嘴！你这个抢别人男人的贱女人！哎，你打我！打的就是你！我不允许像你这样恬不知耻的女人骂我老婆。你叫他老婆？你把书包还给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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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我呀，你要是这次真的放弃了我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！你真是无可救药！保安，把他们赶出去！别过来！都别过来！喂。
什么？医院打电话来说孩子突然流血不止，好像是得了血友病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忘了你有家族血友病了？当初你怀孕的时候，医生就提醒过你，说你这个病很大概率会遗传给孩子。他还劝你，如果不打算生，就尽早流产。可你根本没当回事，非要给徐凯生下这个孩子。你明明知道，那你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你为了帮徐凯拍摄雪山，自己有了严重的高原反应，差点死在山上。我阻止过你，你说我不懂你。你为了陪徐凯拍上那所谓的最美的冲浪照片，自己差点被卷入海里。我阻止过你，你说我一直在约束你。所以，就算我现在阻止你，你会听吗？现在出事了，你有什么脸面说我不阻止你？是你的一意孤行和那所谓可笑的爱情害了这个孩子。不是我傻的。扮演这孩子的情况目前稳定下来了，但是随时有复发的可能。我建议你们尽快手术，这手术费需要60万。什么？60万？你抢钱呀你！一个小孩手术费为什么这么贵啊？这血友病不是普通的发烧感冒，需要输入的凝血因子，还有后期的治疗费用，那都是天价。林女士，我现在需要向你确认，到底给不给孩子做手术？如果做的话，请立刻去交费。这也太贵了吧！我当初就告诉过你，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有风险，这个结果是你自己选的，怪不得别人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你是漫天要价，故意把病情说得很严重。像你这种没有医德的医生，我见多了。就是，我看就是你这个医生医术不行，连个小孩子都治不好。你赶紧去大城市给我调几个飞行医生，再不然就去国外调专家来。行了，你们要是不治的话，就赶紧把孩子带走，不要在这里浪费医疗资源。你怎么居然敢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？你知不知道我男朋友是谁？知道呀，林氏集团的董事长林书怀先生。既然知道，你信不信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滚蛋？全城皆知林董事长今天结婚，但好像新娘不是你吧？林书怀他那是假结婚，他不过就是为了气我，逼我嫁给他的手段罢了。他像狗一样在我身边舔了7年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他怎么可能娶别人？他那就是演戏。说到底，就是你这个医生太平庸，才会把孩子的病说得那么严重。你看看人国外的医生是怎么看病的，你就是个庸医，连这点小病都治不好，还想骗走我们60万！你现在赶快给我跪下来道歉，否则我饶不了你！你们。巧了，林董的电话。他肯定是要告诉你，必须给孩子治好。就是，哎呀，这林书怀啊，嘴上说的怪狠，其实心里啊还是舍不得我们家晚烟的。林董，现在孩子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，大概需要60万，您看？哎，好，我明白了。怎么样？他是不是说了，让你不惜一切代价，必须给孩子做手术？林董说了，孩子不是他的，费用他1分都不会出，让你们自己想办法。什么？什么？我们的钱都让林书怀给拿走了，现在凭什么还要我们出钱再给孩子看病？就是啊，这王岩，你马上给林书怀打电话。打电话。喂，林书怀，我命令你马上到医院来。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有病的话就赶紧挂号去看医生。你胆子肥了，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算了，我现在不想跟你生气，你马上拿钱来给孩子看病。孩子是徐凯的，要钱找他去拿。徐凯他欠了一屁股的高利债，他哪来的钱？你把钱还给徐凯，让他把债还了，然后再出钱给孩子看病。我上次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们。你不还钱，你让他怎么办？他借了那么多钱，你让他怎么还啊？爱怎么办怎么办，又不是我逼他借的。哎，他怎么说？对啊，他不敢出钱。什么？这
这林书怀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他就是想用这种方式逼我跟他服软罢了。行了，这个手术咱做不做了？你催什么催啊？你信不信我跟林书怀和好，第一个就把你开除了？哼！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你们给我等着！这林书怀，他不会是来真的了吧？给他10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来，站住！林书怀，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胁迫我服软，你有意思吗？别再自以为是了，李婉嫣，从今往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无任何瓜葛。开车。站住！我带你去看我们的新房。这孩子怎么办呀？难道要放任不管吗？孩子是徐凯的，先去找他吧。来，是不是弄到钱了？他一直在欲擒故纵，还没拿到钱。没拿到钱？那你们来找我干嘛？下！孩子生病了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那你们去医院做手术啊？来找我干嘛？我又不是医生。手术需要60万，林书怀他把我的钱都拿走了。你先拿钱出来。啊！我，因为你们欠了一屁股债，你们来找我要钱，你们自己想吧。叔叔，阿姨，快走！答应了，太好了！我这就跟他说，你三姑说小凡答应跟你相亲了，你可得好好表现呐！你要去相亲？那咋了？有问题吗？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女人吗？你不是说你为不结婚吗？那我之前确实不喜欢女人。哎，自从我看到这个小凡照片之后啊，我就立马改变主意了。她是第一个让我心动的女孩。那我呢？我们之间算什么？我们就普通朋友关系嘛。那我之前以为你靠得住，那谁知道你连一个林书怀都搞不定。那我总不能坐着等死吧？我得想办法弄到钱吧。哎，这刚好家里亲戚啊给我介绍了小凡。你最关键的是啊，你说家里有钱。我冒着生命危险给你生孩子，你的眼里就只有钱？那你有钱我也可以选你嘛。就是啊，要钱没钱，身体还有毛病，怎么了？没人要了，赶紧再个儿子，你做梦！哎，别废话了。总之你们别再来找我了，这以后这万一小凡看到了，肯定会产生误会的。哎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，赶紧，走！徐凯，给我等着，等我和林书怀和好了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哭！哎，好像病了，咱们先去医院吧。走吧。医生，孩子怎么样了？情况不太好，必须留院观察。我想再提醒你一次，尽快给孩子安排手术吧。这个病如果再拖的话，就会多一分的危险。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，你们后悔都来不及了。为什么每次来医院你都咒我外孙子？你这医生还有没有良心？你这医生怎么能这样啊？一点医德都没有，总是把病情说得天花乱坠。我看呀，你就是想骗我们的钱。就是，我要去告你，我要去告你们医院。大门就两个，你们去告。你们不干是不是？你们当然干，有什么是你们做不出来的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我没有医德的话，我早就将你们轰出去了。就你们这个态度，没有一家医院是愿意收留你们。要不是看在林董的面子上，我根本就不可能管你们的死活。哎呦，还反了你了啊！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治不治？不治的话，就请你们出去。治，医生，我们治。先去办住院手续，然后去交费。
宝宝好，宝宝。哎，婉言，你刚才为什么跟他说话低声下气的？我这辈子哪受过这种气？爸，你没看现在孩子都这样了吗？现在不是跟他生气的时候。等我跟林书怀和好了，再收拾他也不迟。好，你可记着啊，到时候让林书怀把他给我开除了。你先去办住院手续，办好了咱们回家拿东西，再过来。不是，之前的钱还没给我呢，怎么现在又让我出钱？我的钱被林书怀拿走了，你不出钱怎么给孩子治病啊？我没钱。你不是有几万块钱退休金？拿出来。这是我最后的钱了呀！你不拿出来，那我就不给你养老了。好好好，我去交钱。什么事啊？这辈子都没这么穷过，早知道啊，当初就应该从林书怀身上多挖点钱过来。怕什么呀？他那套价值2个亿的房子，不还在我们手上吗？这就是我们的新房。这房子之前是给李婉嫣他们家住的，已经被我拿回来了。房产证上是你的名字，送给你，作为我们的婚房。如果你不喜欢，我们就再买一套新的。不，只要是你送的，我都喜欢。我今天就搬过来住。对了，我爸妈说想一起吃个饭，我爸特意说想跟你好好喝2杯。你安排就行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公司有点事，我得回去处理一下，晚点再过来。你把李婉嫣的东西收拾一下，拿去扔掉。叫几个人来别墅，把李婉嫣的东西全都收拾一下。还有，去衣帽间把我的衣服和首饰拿过来。另外，去我爸的酒窖，把他珍藏的2箱罗曼尼康帝葡萄酒拿过来。今晚我要让舒怀和我爸喝个痛快。好的，叶总，我这就去。拿的时候小心一点，那里面1瓶酒就要30多万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叶总，都齐了。爸，舒怀送了我套房子，我们今晚就在这儿吃饭。我已经跟他说过了，我这就把地址发给你。幸好有这套房子在，否则咱们一家人啊就得回老房子去住了。哎，婉燕，回头就让林书怀把这套房子过户到你的名下，他要是不同意，你就跟他分手。我何止要这套房子，他这次还专门找了个女人来气我，除非他把所有的资产都转到我名下，否则我不会轻易原谅他的。哎，说的对，就得这样，以后啊也不要再给他好脸了，要不然他还以为你好欺负呢。就是，走走。婉言啊，这些东西是哪来的？啊，我就说林书怀是我的舔狗，他根本就不敢真跟我生气。这不，
买了这么多礼物来给我赔罪吗？哎呀，哎呀，这样啊！哎呀，妈，喜欢什么随便拿，不够再让林书怀去买。好好。哎，这怎么都是你们女人的东西？这林书怀真是个缺心眼，都没有想着给我准备礼物。这不是在这儿呢吗？哎，这是什么酒？葡萄酒。葡萄酒。林书怀明明知道我平时只喜欢喝白酒，怎么给我送这个玩意儿？有人送礼物就不错了，你说你还挑三拣四的，真是。哎，这什么酒啊？这是啊，一点劲儿都没有，真难喝。八成是便宜货，随便买来应付你的，主要啊还是为了哄我。这个林书怀给我送了这么难喝的酒，我看他就是存心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在我女儿家里做什么？你们又是哪儿来的老东西？是我们女儿让我们过来的。这是我女儿的首饰，放下！在我们家放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这房子是我女儿的，该滚出去的是你们。这个酒很贵的，立刻放下！贵，老东西，你什么眼光？就这种便宜货，难喝的要死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这酒要是弄坏了，你赔不起。把它放下！区区一瓶破酒，居然还敢说我们赔不起？你知道它的来头吗？你知道它一瓶多少钱吗？就这种几百块钱的便宜货，给狗都不喝。我警告你不要这样做。贵吗？这是我家的东西，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爸，把那一箱也摔了。摔！不要！你们竟敢摔坏我的酒！我要报警！我要报警！报警！你们闯进我家，还对我爸妈指手画脚，我打死你们！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竟然出现在我家，长着一脸狐狸精的样子，明明知道书怀有女朋友，还上赶着往上贴，真是不要脸！你打我女儿，你找死！我跟你拼了！你这个贱人，你真是好办法，你跑到我家里来打人了！来人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别乱来！敢打我爸妈，给我打断他们的手脚！是他们先闯进我家的。给我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我家！啊？不可能！这是书怀的房子。书怀已经把房子送给我了，所以你们现在是私闯民宅。就算我在这杀了你，我算个正当防卫。怎么办呀？你凶什么凶？大不了我赔你钱，我赔你10倍私了。不过我警告你，林书怀是我男朋友，你不过是他请来演戏气我的。只要我开口，他马上就能出现收拾你。是吗？
林书怀，你找几个演员骗我有意思吗？我知道你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不过就是想让我吃醋，想要得到我的心。李婉嫣，马上给清欢的爸妈道歉。该道歉的人是他们闯进我的家。林书怀，我数3个数，你再不让他滚，我就跟你分手。1、2。清欢，算你识相。他自己闯的祸，自己承担，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林书怀，你别以为你故意这么说就能吓到我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给我再好的首饰，再漂亮的衣服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。你真是无可救药，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现在开始跟你清算。清算什么？你不就是要钱吗？就这几件破衣服、破首饰，能值多少钱啊？这些衣服每一件都是顶级设计师的手工定制款，最便宜的一件3万。这些珠宝也都是全球限量款，最便宜的一件50万。而你刚刚扯断的那条是最贵的，价值500万。你少吓唬我，哪有那么贵啊？就是哪有几百万一条的项链啊？你净骗人你！不信的话可以找行家来鉴定啊，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最贵的是地上的酒。你胡说，这些都是便宜货。便宜货？那是罗曼尼康帝葡萄酒，每一瓶的市场价都在30万以上。你们刚刚摔碎了2箱，每箱6瓶，一共12瓶，就是360万。你刚刚说愿意以10倍的价格私了，对吧？360万的10倍就是3600万。3600万！3600万，那得多少钱呀？那得立刻赔钱，不然我现在就报警。你们一家先是私闯民宅，现在又弄坏了我价值几千万的东西，你们一家至少要坐10年牢。你少吓唬人！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么贵。就是，对，你就想讹我钱呢。这是酒的发票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呀？不就是几千万吗？林书怀，你的目的达到了，我妥协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见徐凯了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你把钱还了吧。衣服是你撕的，项链是你扯断的，酒也是你们几个砸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，我看起来很像大冤种吗？林书怀，你别再欲擒故纵了。我承认，我以前对你是不够好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好好对你。林婉嫣，看来你的脸皮比那城墙还厚，我不稀罕你对我好，别再自作多情了。林书怀，你再这么说，我真的生气了。林书怀，你要是再敢惹婉嫣生气，就永远别想得到我的认可，我也不会让婉嫣再嫁给你了。林书怀，你赶快和婉嫣道歉，然后把钱给还了，要不然我不会再从婉嫣面前说你好话了。原来不是李婉嫣有病，而是你们全家都有病。我再跟你们说一遍，我和李婉嫣已经分手了，你们还在那里自以为是，不觉得可笑吗？林书怀，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，如果这次真的分手，你就再也没有机会和好了。我已经找到了比你优秀100倍的人，你以为我还会稀罕你吗？拜托你撒泡尿照照自己吧。立刻赔钱，不然我现在就报警。110吗？我要报警，有人私闯民宅。这婉嫣，我跟你说，赶快服个软啊！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！好吧，林书怀，这次是我错了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安某还不上钱，你就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。你们先是打了我爸妈，我也要你们尝尝被打的滋味。给我打！啊！林书怀，我都跟你道歉了，你怎么？哎，别打！警察同志，救命啊！他没有杀人！警
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，他们一家私闯民宅，弄坏了我价值几千万的财物，并且还打了我的父母。屋里有监控可以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，我要告他们。没有，你们被逮捕了！啊！不要！林叔，你快救救我呀！你难道让我被抓吗？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啊！我不能让我被带走，你永远都见不到我了。警察同志，请务必对他们施以严惩，而且要重判。你放心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带走。同志，我同意和解，我同意和解。请你给我们回警局做一下口供。你先去，我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，就去接你。婉言啊，他们不会真的要把我们送进监狱吧？我可不想坐牢啊！主持人女儿啊，我身体也不好，我也不想坐牢啊。你赶快跟李守怀打电话，先把我弄出去吧啊！哎呀，我本来血压就高，今天早上出来都忘吃药了，这我这身体也不好，要不先让我出去吧？啊！你出去没有用，先让我出去吧。哎呀，你打人了，你这出不去，先让我出去吧。我打人了，但是我出去，我有办法能救你们呀。你出去，你能干什么呀？让我出去，让我先出去，我出去，我先出去，我先出去。别走啊！我手机都被没收，我怎么联系出来？警察同志，我们是不是能出去了？叶小姐已经对你们提起上诉。什么？那个女人真的敢告我们？让我出去了，一定打死她！你们出不去了啊！警察同志，他说了，他同意跟我们私了和解，你让我出去跟他谈。婉言啊，你可别丢下我们不管啊！女儿，我跟你妈身体都不好，你不会是一个人出去不管我们了吧？我不出去，我怎么想办法救你们？警察同志，让我出去。只要你赔偿叶小姐的全部损失，并且她本人愿意跟你和解，那你父母就不用坐牢了。李淑华，我知道你这么做就是想让我对徐凯彻底死心。看在你亲自来接我的份上，只要你答应我3个条件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：一，让那个姓叶的女人马上写和解书，把我爸妈放出来；二，让她给我和我爸妈磕头道歉；三，把你公司所有的资产全部转到我的名下。李婉言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们已经一刀两断了，就算你爸妈老死在监狱，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还敢诅咒我爸妈？你还敢打我？你干嘛？我不是来接你的，我是来接清欢。至于你父母，让他们等着坐牢吧。淑华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让我怎么道歉都行。可是我爸妈毕竟是你的长辈啊，你忍心看着他们坐牢吗？你爸妈跟我有任何关系吗？他们算我哪门子长辈？我都已经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了，你竟然还在惦记着我的钱。你那么多钱，给我一点怎么了？怎么，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？就算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，跟你有任何关系吗？我1毛钱都不会给你。你听好，如果愿意给你钱，那是我可怜你，而你现在管我要钱，这叫乞讨。我知道你就是想让我低头。好，我同意嫁给你，这样总行了吧？我爸妈也是你爸妈，你总不想没有爸妈吧？快拿钱出来！李婉言，你到底哪来的自信，觉得我还愿意跟你结婚？给你钱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副软饭硬吃的样子，让我觉得有多恶心。淑华，站住！喂，李小姐，孩子的病复发了，如果你再弄不到手术费，孩子的命就保不住了。意外不知道什么样的，都得害羞了。小环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徐凯。怎么是你？你认识我？
家里怎么给我安排一个渣男相亲？这什么意思呀？你和那个叫李婉嫣的事儿都已经上热搜了，你就是个烂人，跟那个李婉嫣简直是烂人配贱货，天生一对儿。我们圈子里早就传开了，不会有正常女孩看得上你啊！像你们这种人，放在以前就应该被拉去禁毒楼。哎，这话跟你的人一样，都是臭的。呸！小白，听我解释啊！小白，行。别动！徐凯，徐凯，怎么是你呀？吓死我了！徐凯，孩子病危了，医生说要马上做手术，你快拿下来，不然孩子会没命的。别管我！不管我和孩子呢？你要我怎么管你啊？我现在自己1分钱都没有了，能变成现在这样，都是你害的。徐凯，你们走，你不能不管孩子，他是你的骨肉。我的房子和车子全都拿去抵押了，我现在连饭都吃不起了。这是我们家唯一一套房子，价格能不能再高一点啊？我们这房子啊太旧了，而且地段也一般，60万已经是我们能给出的极限了。如果你不想卖，可以去别的中介问问看。好吧，60万就60万啊。大哥们，好巧啊！小妈，保重。没有，绝对没有我的事儿，这怎么可能？打电话不接，看见我就跑。哎，我手机这坏了。行了，少废话，还款日期到了，连本带利一共80万，还钱。哎，大哥，再给我2天时间，2天之内我必须还给你。今天我要是看不见钱，我就要你命！大哥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拿钱。晚上！徐凯，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弄到钱了？我刚刚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，凑到我给孩子做的手术的费用。哎呀，你别跟我这儿废话，快把钱给我！快！不行，这是给孩子做手术的费用，不能给你。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在警察局里面有熟人，只要有钱疏通关系，就马上把你爸妈给弄出来。难道不行？妈妈跟你出来吗？我当然想啊，可孩子做手术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先把你爸妈弄出来才要紧，然后他们出来后，我们再一起想办法凑手术费。这种事儿知道了，拖得越久啊，就越难办。不行，还是得先拿钱给孩子做手术。我爸妈的事，警察已经跟我说了，需要还钱给叶清欢，这点钱根本就不够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嘛？因为你欠了一屁股债啊！现在讨债的都已经知道哪儿了。我再不还这笔钱啊，他们就要打了我，当然是把我的命要紧。你这种谁都能睡的女人，还不知道跟外边哪个野男生好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竟然这么看我！我说的有错吗？你不就是一个人妻可夫的女人？我真是瞎了眼了，我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，还为了你不要了李书怀，谁让自己不长脑子呀？你把它给我，这卡里是我最后的钱，我要是没了这些钱，你让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？你是想看着我去死吗？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你活着也是浪费力气，没亲手打死，也算是对你仁至义尽了。早知道这么没用，当年就应该把你洗干净，塞个刘总当小三。再
当年你是故意给我灌的酒。没错，当年刘总呢答应我给我办个个人摄影展，都怪林书怀旧，坏了我的好账。钱呢？大哥，钱都在这儿啊！这里有多少钱？里面有多少钱？60万。大哥，那是我孩子救命的钱，我求求你不要拿我的钱。你男人欠我的钱，我不拿钱，我拿他命啊！他不是我男人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我不管你俩是什么关系，我只认钱。大哥，你别这样胡说，这些钱你都拿到，你随便花啊。这里面有60万，但是你欠我80，还差20万呀。这20万你要是还不上，我就要你一只手。李婉云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们拿出钱，他就砍我的手。你可是还有钱，快拿给我！我有的钱都在卡里了。才不是，钱呢？看来你是拿不出钱了。来人，给我摁住！等等，大哥，我虽然没有钱，但哪有？林氏集团董事长林书怀是大前长，他们俩的关系啊，你可是非同一般呀！你只要利用他，离林书怀拿钱，到时候别说是20万，就算是200万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你就不怕他来劈吗？你死好过我死！你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赶紧给我打电话跟林书怀要钱。书怀他不要我了。你不是跟他卖惨吗？你不是最擅长这一套吗？当年只要你生病，他可就对你百般呵护呀。你现在再跑去他身边装可怜，让他心软，帮我把钱还了。你就是个混蛋！告诉你，我今天就算是死了，我也不会向林书怀要钱的。你骗我！大哥，我没有骗你啊！林书怀真是大人舔狗。不然你这样，你把它卖了，去换钱啊！你看他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又这么好，这肯定能换不少钱，就当是给我抵债了啊！生日快乐！许个愿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吹吧。好。别过来啊！都别过来！书怀，我准备下班了。好，我这就过去接你。清欢，别过来！再过来，我杀了他！李婉言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好爱你。以前的事情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一定改。我知道你娶她就是为了赌气，我们重归于好，好不好？你先放了清欢。清欢，你心里没有我了是不是？是不是因为他，我杀了李婉言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是，我早就疯了。明明是你说过你会永远爱我，为什么居然是他不是我？好，你别激动，有话慢慢说。你先放了清欢。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，房子、钱，什么都行。你先把清欢给放了。你很在乎他是不是？你选他还是选我？马上选，不然我立刻杀了他！李婉言，你这是在犯罪，你回头吧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你闭嘴！
没有资格教训我。我和淑华本来好好的，都是因为你这个狐狸精的出现才害我们决裂。我变得一无所有都是你害的，我要杀了你！李婉言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你果然很在乎他，以前你对我的话言听计从，我说往东，你从来不敢往西。可是自从他出现，你就变了。我没有变，变的人是你。你胡说！只要他死了，你就能回到我身边。从今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人能阻止我们在一起了。我们已经回不去了。李婉言，收手吧，不要再伤害无辜的人了。收手？我收不了手了。我杀了徐凯，我不介意再多杀一个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先放了他，我就跟你结婚。你说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先放了他，你只有放了他，我们才能去离婚。等我们一离婚，我马上就跟你去民政局领证。清华，你会成全我们的，对吗？对，我成全你们，我退出。你看，清华已经答应成全我们了。你想什么样的婚礼？中式的，还是西式的？我想要。清华，快跑！我杀了你！淑华，别管我，快跑！救命啊！李婉言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！我杀了你！谢谢你们，你们来的真及时。李婉言，你涉嫌故意杀人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淑华，我求你最后一件事情。你杀了人，谁都救不了你。我不是让你救我，我也没奢望你能原谅我。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。我知道我罪无可赦，可是我的孩子是无辜的。来生我愿意给你们做牛做马，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！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孩子！我愿意给你们做牛做马，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！大嫂，求求你们停嘴！求求你们！淑华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求求你救救他！清华，去做吧。孩子是无辜的。谢谢你，清华。出去后，好好做人。你是李婉嫣吧？我是你们社区的社工。你父亲3年前脑梗去世了，你母亲1年前也病逝了，走的时候嘴里一直念叨着你的名字。这银行卡里的几万块钱退休金是他们留给你的。姐，
等一下，我的孩子呢？不知道啊，从未听你父母提起过孩子的事情。你孩子是怎么了吗？我的孩子10年前就去世了。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做社工？好呀，当然可以。今天下午我们正好去福利院给孩子们送礼物，你跟着我们一块儿去。走。这些礼物啊，都是林氏集团林董事长和他的夫人送过来的。不仅是这些礼物呀，这福利院里所有孩子的吃穿用度也都是林先生和他夫人负责的，他们是大好人呀。这个孩子叫思恩，林先生特别疼爱他。不过这孩子从小就有血友病，小时候差点死掉，是林先生花了一大笔钱，请了最好的医生给他做的手术。思恩，我乖乖，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呀？哎呦，真乖。姐姐，你为什么哭呀？